斗罗大陆绝世唐门32集，伊莱克斯出现，书接上集最后，洞穴深处还不断有盗匪向外涌出，投入到战斗之中。但无论是马小桃、戴耀恒还是陈子峰和西西，每个人都能照顾到很大的面积。公羊墨的强大辅助能力在这一刻彰显无疑。已经是魂帝的两人就不说了，修为还不到魂帝级别的陈子峰和西西，在他的增幅之下，战斗力也是丝毫不逊色于魂帝。戴耀恒猛地将一名魂王级对手生撕活裂，鲜血四溅。紧接着，光彩夺目的白虎流星雨已经悍然轰出，将想要绕到他们身后攻击公羊墨三人的敌人炸飞。马小桃那边更绝，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方法，一双火凤凰羽翼被他增大到了各有3米多长，两片火翼就是最恐怖的武器，炽热的火焰粘着就伤，撞上就死。他面前也有一名魂王级别的对手，但却根本不敢过于接近，只能在外围虚张声势。根据情报，匪首就应该是一名魂王，显然是那3人之一了。眼看着大局已定，王延一挥手道：“大家上，不要放过一个，以绝后患。”眼前的敌人并没有多么强大，最强的都被内院弟子挡住了，剩余的修为也就在2、3环，甚至还有连魂师都不是的普通盗匪。贝贝大喝一声就冲了出去，其他人也迅速跟上。王东释放出了自己那绚丽的光明女神蝶武魂，他实在是有些紧张，一上来就对着远处盗匪较多的地方释放出了蝶神之光。数十颗灿金色的光球在黄金之芒的增幅下光芒大放，这可是1000年魂环之技，对于这些盗匪来说，能有1000年魂技的根本没几个。更何况王东这技能还有霍雨浩的精神探测制导和黄金之芒所必补的增幅，盗匪们纷纷释放魂技抵挡，却依旧被炸得人仰马翻，惨叫连连。王东旗开得胜，心中的惊慌顿时降低了许多。近身攻击不敢伤人，远攻还不行吗？潇潇那边已经将3声镇魂鼎释放出来了，3个大鼎成品自行护在他们周围，呈现防守姿态，让他这么个小姑娘去杀人，实在是有些为难了。霍雨浩眼看王东成功了，不禁也有些见猎欣喜的感觉，身上的2个白色魂环中，第一个瞬间闪亮，但金色的眼眸朝着一名只有1个魂环的盗匪看去。那名盗匪倒是和他有相像之处，那孤零零的一个魂环也是白色的。紫金色的光焰瞬间从霍雨浩眼眸中喷吐而出，结合了紫极魔瞳和灵魂冲击的精神魂技，瞬间迸发。那被霍雨浩当成目标的盗匪全身剧震一下，紧接着令霍雨浩目瞪口呆的一幕出现了，那名盗匪的头颅竟然如同烂西瓜一般炸开了，鲜红的血液、白色的脑浆，还有一些奇奇怪怪颜色的东西四散纷飞，吓得周围其他盗匪不禁迅速四散分开，他们根本没弄明白同伴是怎么死的。霍雨浩大吃一惊，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灵魂冲击威力竟然能够达到如此程度，看着那头部破碎的尸体缓缓倒地，忍不住哇的一声就吐了出来。前一刻那可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啊！不只是他吐了，在他身边的潇潇也是立刻就吐了出来。他忍了很久了，这一下终于是忍不住了。就在这时，一声尖利的长啸从洞窟深处响起，什么人竟敢与死神使者作对？你们都要死，都要变成我的尸奴！听到这个声音，那些盗匪不但没有兴奋，反而迅速后退，而且一个个都全身站立起来。小心霍雨浩刚刚吐完，却猛地大吼一声，因为在他的精神探测中，骇然发现地上那已经倒闭的一具具尸体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胀大变红。剧烈的轰鸣此起彼伏在洞窟内响起，恐怖的爆炸伴随着血肉在洞穴内四散横飞。预备队的7人因为是刚刚进入不久，而且他们又是在霍雨浩的精神探测范围内，第一时间就做出了反应，迅速向没有尸体的地方扑倒，并没有受到什么波及。但是正处于激战之中，并且是杀死大量敌人的内院7弟子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完全是处于爆炸的核心地带啊！幸好有了霍雨浩那一声提醒，所有人都在第一时间做出了防御。但尽管如此，那施暴的威力实在是太强大了，死尸的骨骼、筋肉、血脉全都成为了爆炸后的武器。生前实力越强的尸体，爆炸起来的威力也就越大。尤其是那名已经被戴耀恒生撕活裂的魂王，炸开时甚至有种山摇地动般的感觉。爆炸足足持续了10数秒，才渐渐平静下来。史莱克监察者们万万没有想到会面对这样的局面，一个只有魂王统帅的盗匪团怎么会拥有这种技能？而且威力竟然是如此之大，这已经超出了他们的判断。也正因如此，他们才遭遇到了巨大的打击。就在爆炸响起的同时，原本坐在洞窟外面顶部正在喝着酒、一头乱发的老者微微一愣，紧接着瞬间化为一道流光向洞窟内钻入而去。玄老早就到了，他一直悄悄跟随在众人身后。来到这里后，他通过气息的感受，清楚地感觉到这里最强的敌人也不过就是5环魂王修为而已。虽然数量不止1个，但在他看来，这些盗匪在史莱克学院精英弟子们面前根本是没有任何抵抗可能的。更何况还有老成持重的王岩主持大局，所以他很放心地在外面喝酒。没有人喜欢血腥味道的。可玄老也没想到，竟然会突然出现这样的巨变。刚刚这强横的爆炸声已经完全超过了魂王、魂帝级别所能产生的攻击能力了。嘎嘎嘎嘎嘎，本使者的施暴味道如何？任你们实力有多强，在我这连环施暴面前也是必死无疑，炸不死也要被毒死。
整个洞穴内此时全都弥漫着一股浓浓的血腥味儿，更有浓浓的如尸感，几乎每个人身上都覆盖了一层血浆。先前已经被杀死的上百名盗匪的尸体，竟然全都在先前产生了剧烈的爆炸。这施暴和不认人，不只是伤害史莱克学院的学员，连那些还活着的盗匪都倒了一大片。但这些盗匪显然是有些准备的，部分人迅速躲到了洞壁下方的凹陷处，这才没有被全部波及。最恐怖的是，爆炸后产生的那些液体竟然如同强酸一般，有着剧烈的腐蚀性，从洞顶到洞壁，四处全都不断响起着腐蚀所产生的嗤嗤声。那隐藏的敌人不但让尸体爆炸，更是令这些尸体都拥有了剧毒，何等歹毒！施暴发生时，得到霍雨浩提醒，每个人都在尽全力防护自身，但是因为武魂能力的不同，防护的作用自然也是各不相同。马小桃、戴耀恒被炸得飞到一旁，两人都是口吐鲜血，但凭借着自身魂技的护体，总算没有被那毒血沾染上。马小桃跌落的地方就在霍雨浩身前不远处。林洛尘有寒冰能够防御全身，虽然也被炸飞了，但他本来就在后面，再加上防御及时，情况还不算太糟，也是和马小桃、戴耀恒一样口吐鲜血，却并没有受外伤。但是陈子峰就没有他们那么幸运了，同样是强攻系战魂师，单纯论攻击力，在同等魂环的情况下，他甚至还要超过马小桃和戴耀恒。但是他那一柄追魂剑又怎能护住全身？关键时刻，他能凭借的只有自己的魂力和史莱克监察者那一身甲胄。此时，陈子峰整个人已经被炸飞到了一旁，他的右腿不见了，而且在剧毒的侵蚀中不断惨叫着。受到重创的还不只是他一个人，宫阳墨比他也强不了多少，他是超级辅助魂师，但却并不擅长于防御，更何况那群体施暴来得如此突然。虽然有身边的林洛尘帮忙防御了一下，但胸前、腹部、腿部还是大片的血肉模糊，甚至身上都还有烟雾在冒出，而且人已经陷入昏迷了。同样情况惨烈的还有姚浩轩，他的身体体积最大，承受的爆炸力也最强，半边身子都被炸没了，显然是已经活不了了。西西的情况比他略强，有雷电护体，再加上速度快，被炸到的只有背部，但也是一片血肉模糊，倒在地上强忍伤痛。史莱克学院内院7大弟子竟然全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重创，而且还战死一人。原本压倒式的局面居然演变成了如此惨状，这一切来的实在是太突然了。外院的众人因为身在外围，并没有受到什么波及，可却都已经全都傻眼了。混蛋！一声苍老的怒吼声骤然响起，震动的整个洞穴都剧烈的颤抖起来。浓烈的白光瞬间充斥在整个洞穴每一个角落之中，所有正在腐蚀的毒血竟然在刹那间全部蒸发消失了。苍老邋遢的身影到了，玄老右手一抬，朝着前方洞穴做出了一个拉扯的动作。顿时，一股恐怖的吸力从他手掌中传出，只见洞穴内一道身影被瞬间射出，直奔他的方向而至。玄老此时的心情已经不能用悲愤来形容了，在他带队坐镇的情况下，竟然出现了如此巨大的损伤，而且损伤的还都是史莱克学院新一代的史莱克7怪。几天之后，他们还要代表学院去参加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斗魂大赛，可此时一人战死，其他也全部重伤。那被玄老凭空从洞穴内抓出的身影，是一个全身都笼罩在黑色长袍中的人，看身形十分消瘦，却看不到相貌，只能看到他身上3黄2紫5个魂环光芒闪耀，确实只是一名魂王而已。可是，就是这个魂王，却引发了刚才那一幕震惊全场的惨剧啊！被玄老这一抓，他顿时惊恐的再次发出一声尖叫，拼命的挣扎着。可玄老是什么修为，又岂是他所能抗衡的？眼看着就被抓射到近前了。就在这时，突然间，先前被炸掉半边身体已经倒闭的姚浩轩身体再次长大。玄老，小心！霍雨浩惊呼一声。玄老的感知丝毫不弱，和那邪魂师相比，显然是弟子们更加重要啊！已经有了如此惨烈的损伤，他怎能容忍再有人伤亡？双手猛然一抬，一团凝实的白色光芒瞬间笼罩向姚浩轩的尸体，同时手指弹动，那身上闪烁着5个魂环的家伙顿时如中巨锤一般。但是诡异的一幕也就在这时出现了，他身上的第5个紫色魂环突然闪亮，整个人变成了一缕烟雾，没有直接跑掉，而是闪电般扑向霍雨浩。霍雨浩虽然开启着精神探测，但对方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根本没给他反应的时间。紧接着他就觉得周围一阵天旋地转，还有玄老的怒吼声，脚下一空，瞬间沉落。剧烈的轰鸣声随之响起，姚浩轩身体爆裂，尸骨无存，但他的身体爆炸却全都被玄老控制住了。可也正因如此，玄老援救霍雨浩的行动稍微慢了一些，他的手掌只是抓在了重新翻起的石板之上。霍雨浩与那邪魂师已是红飞冥冥。混蛋！玄老怒吼一声，显然已是动了真火，一拳猛然向地面轰去，顿时将那翻起的石板轰得粉碎。但他又不敢释放太多的魂力，唯恐伤害到下面的霍雨浩。就是这么一耽搁，下面的甬道之中已经是一连串的剧烈爆炸，甬道内出现了剧烈的坍塌。正所谓狡兔3窟，很明显，这只残忍的死亡之手盗匪团真正的头领就是他。雨浩，
王东此时已经反应过来，可是霍雨浩已经完全消失了。联想起先前那些爆炸的尸体，王东只觉得大脑一片空白。巨变来的实在太快，以至于所有人都来不及反应。玄老猛然大袖一挥，将冲过来的众人全都扫开。王岩，赶快救人！我去救霍雨浩。一边说着，玄老第一次在学员们面前释放出了他的武魂。只见玄老背部猛然拱起，一身沾满了油渍的破衣瞬间撑裂，背部肌肉以惊人的速度暴涨起来。眨眼之间，整个人的体积至少增大了1倍。最为奇异的是，在他头部两侧各自生长出一只螺旋状的长角。在他释放出武魂的那一瞬间，整个洞穴内的空气仿佛要凝固一般。2黄、2紫、4黑、1红，9个魂环闪耀着夺目光彩，瞬间升起。玄老那一头乱发完全变成了棕黄色，猛然扭头向那些残存的盗匪们看去。顿时，一股无与伦比的恐怖气势如同惊涛骇浪般涌去。刹那间，竟然再次出现了一片爆炸，但这一次不再是施暴，而是真人爆。右脚猛然在地面上一踏，顿时一个巨大的深坑悍然炸开。玄老雄壮的身躯弯下腰，一双蒲扇般的大手以惊人的速度挖掘起来，他整个人只是呼吸之间就没入地面，消失不见了。浓浓的腥臭味儿令霍雨浩胸口一阵发闷，他的运气实在是太差了。那匪首死神使者之所以选中他，一个是为了抓一个人质，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地道入口就是刚才霍雨浩所占位置，他这完全可以说是无妄之灾。一股给人张牙舞爪感觉的阴寒气息疯狂地从霍雨浩被抓住的前襟涌入全身，那是和他的冰属性完全不同的冷意，阴冷而充满邪恶，更有着滚滚恶臭传来。那阴冷干就像是无数条毒蛇正在往他的身体里面钻似的。死神使者以惊人的速度在甬道内奔跑着，一边狂奔，手掌一边不断在墙壁上拍打着，引爆他埋在墙壁内的炸药。他能够带领死亡之手盗匪团纵横明斗山脉，可不只是凭借着一身邪魂师的本事，更重要的是他谨慎小心。像今天这样的局面，他也不是第一次遇到，但是只要他不死，用不了多久，一支全新的盗匪团就会被重新带起来。霍雨浩没有反抗，此时他所处的危险比先前不知道要厉害多少，但他反而冷静了下来。这种特质是专属于精神系，自身远超常人的精神力令他比普通魂师更能保持清醒。霍雨浩知道自己先前所展现出的2个白色魂环一定是迷惑了对手，而且在这死神使者出手的时候，他自己也根本没有进行任何反抗，当时猝不及防之下也确实是反抗不了，敌人一定是小看了自己，而这也是他唯一逃生的机会了。怎么办？机会或许只有一次，绝不能轻举妄动。因此霍雨浩只是勉强运转着自己的玄天宫魂力护住内府，抗衡着那涌入体内的邪恶魂力，却并没有试图反击。而实际上对手的魂力强度也是远在他之上，想要反抗也并不容易。天梦哥、冰弟，你们在吗？霍雨浩在精神之海中轻声呼唤着。天梦冰残的声音十分严肃，雨浩，你别急，我们也正在想办法，稍后冰帝可能会暂时接替你身体的掌控权，这次真是有些麻烦了。这个家伙的魂力有种充满血腥的特质，你自身修为和他相差太多，贸然动用冰帝封印在你体内的力量，恐怕会对你有所伤害，你要有心理准备。霍雨浩很冷静地问道。也就是说击杀他并不困难，关键是我能否承受。天梦冰残沉默了一下道，冰帝的能力十分霸道，我们怕伤到你的精神本源。霍雨浩深吸口气，天梦哥、冰帝，你们不用管我，杀了他，为死去的人们报仇。这个坏蛋绝不能留，他杀了那么多人，连姚浩轩学长都被他杀死了。好，你很勇敢，我会尽我所能保护你，不要急，等待机会，必须一击即中。冰帝有些清冷的声音中带着几分赞赏。说完这句话，他又立刻陷入了沉默，显然是在寻找对手的破绽。正在这时，苍老的声音突然响起，大虫子、小蝎子，既然你们没有把握，那么就让老夫来吧，这属于死亡的气息，我很熟悉。霍雨浩的精神之海中也随之变成了一片灰色，无论是天梦冰残还是冰帝，都感受到了一种连他们也要恐惧的压力，那是与他们截然不同的灵魂层次。你是？前方豁然开朗，死神使者已经带着霍雨浩钻出了地道，空气骤然变得清新起来，顿时让霍雨浩精神为之一爽。但是就在那地道出口处，有12道身影静静地站在那里。见到死神使者从地道中钻出来，那12个甚至似乎连呼吸都没有的人立刻单膝跪倒在地，恭敬地向死神使者行礼。起来吧，我的师奴们，你们留下为本使者断后，这次可是遇上大麻烦了。那个家伙的气息恐怕是封号斗罗级别的。哼哼，别着急，最多再有10年时间，就算是封号斗罗，也只能在本使者面前俯首称臣。就在这时，突然间，一个苍老的声音响起：“恐怕你没有10年了。”死神使者一愣，迅速四顾，厉声喝道：“是谁？出来！我就在这里，你还要让我上哪儿去呢？”一股奇异而纯净的死亡气息突然从他左手处涌来，下意识的，死神使者一松手，同时回身看去，
顿时大吃一惊。原本在他手中抓着的那全身墨绿色装束，只有2个白色魂环的人身上突然散发出一种令他难以置信的光彩。面具后面原本淡金色的眼眸变成了灰色，一种充满了沧桑感，仿佛能看透世间一切的灰色。更加诡异的是，一圈灰色魂环从他脚下徐徐升起，那灰色魂环在向上攀升的时候，竟然带起一连串的残影，令人无法看清楚它究竟是一个还是多个。看着那一层灰色，死神使者莫名的有种窒息感，下意识的退后一步。你也是邪魂师？死神使者一脸震惊的说道。先前在奔跑之中，他头上的斗篷已经掀开了，露出一张宛如骷髅般的面庞，脸上似乎只有一张皮膜包着，一双散发着淡绿色光芒的眼睛中满是震撼。邪魂师？那是什么？我没听过。苍老的声音带着几分讶异。死神使者冷哼一声道：每一位邪魂师都是伟大的存在，我就是死神的代言人，死神的使者。你的年龄分明不大，竟敢在本使者面前装神弄鬼。如果你真是邪魂师，向本使者表明身份，或许我们还有合作的机会。不过你要先告诉我，为什么你的魂环是灰色的？死神使者真是可笑。虽然我已经记不起以前大部分事情了，但我还是隐约记得，如果我想，我早已是死神。就凭你一个刚刚触摸了亡灵法术边缘就已经献祭了自己血肉的尸巫，也配称之为死神的使者？死神的能力是净化，可不是招魂弄尸。你连成为一名巫妖的可能都没有，还在老夫面前大言不惭，真是可笑。死神使者被这苍老的声音说得一愣的，什么亡灵法术，什么尸巫，巫妖，我乃是伟大的邪魂师，你竟敢亵渎死神，去死吧！一边说着，他抬手向前一指，身上的第3魂环骤然亮起，带着几分黑色气流的紫色魂环瞬间扩散，周围那12名散发着冰冷气息的人顿时动了起来，闪电般扑向霍雨浩。很熟悉的气息，虽然有些恶心，但我还是有几分亲切的感觉。苍老的声音感叹着，身体没有移动，只是竖起了一根手指，一团淡淡的灰色火焰在他指尖上燃烧着。那些被死神使者成为尸奴的人，才只是刚一接近到他身体3米范围之内，立刻身体剧烈的颤抖，停顿了下来。苍老的声音淡淡的道：大虫子，我要借用你一点封印的力量。虽然我依旧记不起以前的事，但是我已经记起了自己的名字。一个小小尸巫，竟敢在我死灵圣法神亡灵天灾伊莱克斯面前卖弄这种不入流的亡灵魔法，那么就让你玩火自焚吧。一边说着，他指尖上的火焰骤然大盛，紧接着身上那个灰色光环骤然扩散开来，将全部12名尸奴笼罩在内。12名尸奴的身体开始停止颤抖了，一个个缓缓抬起头来，能够看到他们的皮肤都是死人才有的铁灰色，双眸更是空洞无神，双手指甲颀长无比，呈现为紫黑色，全身还散发着腐烂的臭味。